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如，神经内科医师，穿上这身白大褂已经整整23年了。今天这期内容，我劝您一定要看完，因为它真的可能救您或者您家人一条命。我先问您一个问题，您觉得中老年人最怕什么病？很多人会说癌症，但我告诉您，比癌症更让人绝望的是脑中风之后那种半边身子动不了，吃饭要人喂，上厕所要人抱的日子。那不是生病，那是活着受罪。更让我心痛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病80%本来是可以挡在门外的，可为什么每天还是有那么多人被抬进我的急诊室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？我给您一个数字，23年我接诊过的脑梗患者里头，98%的人在真正倒下去之前，身体其实拼了命的在喊救命，可他们呢，把这些信号当成了年纪大了，昨晚没睡好，歇一歇就没事了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些被忽略的救命信号一个一个掰开了、揉碎了讲给您听。咱们先搞清楚一件事，脑梗塞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很多人以为它像地震，毫无征兆，说来就来错，大错特错。脑梗塞是蓄谋已久的。您把脑血管想象成家里用了几十年的老水管，20-30岁的时候，管壁光滑，有弹性，水流畅通无阻。可到了40-50岁，胆固醇、甘油三酯、炎症细胞，这些垃圾就像水垢一样，一层一层往管壁上糊。医学上管这叫动脉粥样硬化，不是1天2天的事，是10年、20年慢慢攒出来的。等到60-70岁，这根管子可能已经堵了7-8成，又硬又脆，随时可能出大事。出什么事呢？2种情况。第一种，堵死了，一小块血栓脱落，卡在本来就狭窄的血管里，大脑瞬间断供，脑细胞开始成片死亡，这叫缺血性脑中风。第二种，爆了，管壁又硬又薄，再加上高血压像水泵一样拼命冲，啪的一声，血管裂了，血涌进脑组织，这叫出血性脑中风。不管堵还是破，结果都一样，大脑瘫了。那为什么偏偏是腿最先出问题？您这样理解，大脑是司令部，腿是离司令部最远的前线哨兵。司令部一缺血，最远的通讯线路最先断。手离身体近，信号线短，撑得久一些，脸由脑神经直接管，往往到后期才明显。所以腿就是大脑缺血最早最灵敏的报警器。就好比一栋老楼突然停电，最先黑下来的一定是离配电房最远的那间屋子。道理都明白了，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错过黄金3小时？我想了很久，发现问题根子不在高血压，也不在糖尿病，而在我们脑子里那些根深蒂固的老观念。第一个观念叫老了嘛，腿软了，老了记性差了，老了走路晃，老了正常。可我问您，老化和生病是一回事吗？当然不是，慢慢退化和突然出故障那是2码事。第二个观念叫别给孩子添麻烦。多少老人家身体不对劲，第一，反应不是去医院，而是忍着、扛着、瞒着。我理解这份心疼，可这份善良有时候反而会要了命。一拖再拖，3小时的黄金窗口就这么关上了，换来的可能是后半辈子躺在床上。还有一种情况最要命，我必须单独拎出来讲。医学上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，英文缩写 TIA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脑血管突然堵了几分钟，然后又通了。比方说您正走着路，突然一条腿没劲儿，嘴巴也有点歪，眼前还发黑，可5分钟、10分钟之后，一切恢复正常，跟没发生过一样。这时候98%的人会怎么想？还好，虚惊一场，可能是太累了。各位听我说，这不是好转，这是大脑给您下的最后通牒。我讲个真事，
有位李阿姨，62岁，退休教师。一个星期天下午，她在厨房炒菜，右腿突然一软，整个人往灶台上靠。过了大概10分钟，腿又好了，能站能走。她想，80%是站久了腿麻，没跟女儿提。到了星期二早上，她起来上厕所，咚一下摔在地上，半边身子彻底不能动了。她女儿哭着打120，到了医院，抓着我的胳膊说：“李医生，他星期天就摔过一次，我怎么就没带他来呢？”我能说什么呢？星期天那10分钟的恢复不是好了，是大脑给他的最后一次逃生机会，可惜他没抓住。数据摆在这里，经历过 TIA 的人10%到15%会在48小时内发生完全性脑梗塞，20%会在3个月内真正中风。那几分钟的没事了，不是风平浪静，是暴风雨前最后的沉默。讲到这儿，您肯定想问，那我现在能做什么？总不能干等着血管越堵越窄吧？老祖宗说得好，上医治未病，最高明的医生是在病还没发作的时候就把它挡回去。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您，脑梗塞80%是可以预防的，关键就2条：让血液干净，让血管通畅。不用花大钱买保健品，菜市场里就有宝贝。我先给您列4样绿灯食物。第1样，青背鱼、秋刀鱼的鱼、沙丁鱼都算。为什么好？因为富含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，这东西就像给血管壁刷了一层保护漆，能降低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还能提升好胆固醇的含量，防止血液变粘稠。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是每周至少吃2次，记住清蒸或者烤，千万别油炸，一炸好处全毁了。第2样，纳豆。我知道很多人嫌它黏糊糊、臭烘烘的，吃不下去，但对脑血管来说，它简直是天然的血栓溶解剂。纳豆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纳豆激酶的酶，能直接分解已经形成的血栓，原理跟医院里那种昂贵的溶栓针异曲同工。实在受不了味道的，可以买纳豆激酶胶囊。如果您自己做纳豆汤，记得关火之后再放纳豆，高温会杀死活性酶，煮久了就白搭了。第3样，菠菜。还有蘑菇、南瓜这类富含钾的蔬菜，咱们的饮食普遍偏咸，钠摄入太多，钠一多，身体就拼命留住水分，血容量增加，血压蹭蹭往上涨。钾呢，就像一块磁铁，能把多余的钠吸住，通过尿液排出去，血压自然就下来了。有人说吃香蕉补钾，没错，但香蕉糖分高，钾也集中。肾功能不太好或者有糖尿病的朋友要当心，不如换成深绿色蔬菜，安全又高效。第4样，番茄。番茄为什么是红的？因为里面有番茄红素，这是目前已知最强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。血管最怕什么？怕氧化，怕发炎。自由基把血管壁画出一道道伤口，胆固醇就趁机往上贴，越贴越厚。番茄红素能直接灭掉这团火，让血管壁保持光滑。记住一个窍门，番茄加一点好油炒熟了吃，吸收率能提高5倍以上。番茄炒蛋、番茄豆腐汤，便宜又护脑，绿灯食物。说完了，现在说红灯食物，这部分可能更重要，因为您吃再多好东西，如果一边补一边毁，等于白忙活。第1类，高盐汤底和腌制品，拉面汤、火锅底料、咸菜、酱菜，一碗热汤喝到见底，那股咸鲜味是满足了。可您知道里头藏了多少钠吗？钠把血压往上推，就像把大量的水强行灌进一根又窄又脆的旧管子里，迟早要出事。每一口浓汤都在给您的脑血管加压。第2类，油炸食品，炸鸡、薯条、甜甜圈，各种酥脆零食，
里面的反式脂肪和氧化变质的油会直接撕裂血管内皮细胞，触发全身慢性炎症。更狠的是，它们一边拉低好胆固醇，一边拉高坏胆固醇。您每咬一口酥脆，您的脑血管就窄一分硬一分。第三类，加工肉制品，香肠、火腿、培根、午餐肉，为了保鲜和调味，里面塞满了钠、亚硝酸盐和防腐剂。这些化学物质进了身体，就像一支按键队，持续攻击血管壁，让原本有弹性的管子变得又硬又脆。第四类，空腹吃高糖水果。香蕉本身是好东西，但空腹直接吃，对60、70岁的人可能是个隐患。一来，钾含量不低，肾功能下降的人排不出去，会给心脏添负担。二来，香蕉升糖指数高，空腹吃血糖会像坐过山车一样飙上去再掉下来。这种剧烈波动对血管内壁的伤害，就像刀片在刮。不是不能吃，而是别空腹，别过量。尤其肾脏和血糖有问题的朋友，更得悠着点。饮食调好了，您可能还是不放心。我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在发警报？别急，我教您4个零成本的自测动作，明天早上就能做，总共花不了5分钟。第一个，起身侧立。早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，留意一下双腿发力均匀吗？有没有一条腿特别吃力，或者身体不自觉往一边歪？如果有，可能是大脑运动功能在走下坡路。第二个，闭眼单脚站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靠着墙，闭上眼睛，单脚站立，坚持不了10秒就晃得厉害，或者总往一个方向倒，说明小脑或脑干的平衡功能可能出了问题。第三个，赤脚踩地感温，脱了鞋袜踩在地板上，感受一下2只脚的感觉一样吗？有没有一只脚特别凉，或者顿顿的，像隔了一层厚棉花？这就是大脑感觉神经在报警。第四个，走直线，沿着地砖缝或者一条线，脚跟接脚尖往前走，走不了几步就偏了、歪了，说明大脑的协调功能在下降。这4个动作每天早上做一遍，就是给自己的脑血管做一次免费体检。发现不对，立刻就医，别拖。日常自测是防线，但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真正的生死关头。大脑彻底罢工之前，腿部会发出7种最后的求救信号，这7条我求您刻在脑子里。第1种，突然一条腿没力气。早上起床或者走着走着，一条腿像被抽走了骨头，扑通就跪下去了。很多人以为是关节炎或者太累，区别在哪里？关节炎是双腿慢慢疼，脑梗的信号是突然单侧不疼，不是腿坏了，是大脑管这条腿的那根线断了。有位张先生，65岁，早上起床左腿突然使不上劲，直接摔在床边。幸亏老伴当机立断，打了120，送来的及时，后来恢复得不错。他老伴后来跟我说，要是再磨蹭1个小时，这辈子可能就完了。第2种，一条腿感觉迟钝，像不是自己的。患者常跟我描述，李医生，我左脚好像套了5层厚袜子，热水冲上去都感觉不到，掐一把也不怎么疼。这说明大脑的感觉中枢供血被卡住了，腿在喊，大脑听不见，电话线断了。第3种，走路时一只脚拖地，鞋子老掉，脚底板刷刷蹭着地，拖鞋穿不住，一走就飞。这不是鞋的问题，是大脑发给脚踝的抬起来，指令传不出去了，脚踝耷拉着，医学上叫垂足。我有位陈阿姨，60岁，有天跟我抱怨说拖鞋老掉，怀疑买小了。我让她走几步一看，右脚踝根本抬不起来，后来一查，脑部已经有轻微梗塞。第4种，平地上无缘无故频繁摔倒，
地上没坑没坎，就是莫名其妙绊脚。家人还怪您不当心，不是不当心，是大脑里的 GPS 坏了。医学上叫本体感觉障碍，就是大脑判断不准腿的位置，平地也会摔。有位朱爷爷70岁，1个礼拜摔了3回，儿子急得直骂他不专心。我一查，小脑缺血，不是他不小心，是脑子收不到腿的定位信号了。第5种，腿不受控制的抖或突然抽动一下，好好坐着看电视，一条腿自己蹦了一下，这不是抽筋，大脑除了发动的指令，还要发停的指令。脑部血流不稳的时候，停的信号失灵了，腿就会不听使唤的乱动。第6种，走路像喝醉了酒，摇摇晃晃往一边倒，这通常意味着小脑或者脑干在缺血。小脑管平衡，它一出事，您想走直线，身体却一直歪，必须扶墙才能挪步。跟普通头晕不一样，这种晃是持续的，方向固定的，非常危险。第7种，也是最凶险的一种，以上任何症状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。我前面反复强调的 TIA 就是这个，腿软了5分钟又好了，走路歪了10分钟又正了，您松了口气，觉得没事了。可这恰恰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寂静。48小时内，真正的脑梗随时可能砸下来，哪怕症状只出现了1分钟就消失了，也请您立刻就医，不要等，不要观望，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大夫。万一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，记住一个口诀：临危不乱，对应英文 fast 加一个 L。临是脸，请患者笑一下，看嘴角有没有歪；危是手臂，让他双手平举，看有没有一边往下掉；不是说话，听他讲句完整的话，看口齿清不清楚；乱是别慌，赶紧送医。记住发作时间。今天我要在这个口诀后面再加一个 L， 就是腿。刚才讲的7种腿部信号，就是临危不乱的具体预警。打120的时候，请您清清楚楚地说3句话。第1句，我怀疑是脑中风。第2句，他的腿突然没力气，或者具体描述症状。第3句，症状是几点几分开始的。准确的发作时间是医生能不能救回大脑的关键信息。千万记住3个绝对不要，不要等症状消失了再说，不要想着明天去挂个门诊，不要自己吃药扛一扛。每耽误1分钟，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去，这个数字不是吓您，是教科书上白纸黑字写的。最后，我把今天的内容浓缩成4句话，请您记牢。第一，脑梗塞绝不是突然降临的灾难，它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前就通过腿部拉响了警报。第二，7种腿部信号突然没力，感觉麻木，脚拖地，频繁摔倒，不自主抖动，走路歪斜，症状闪现又消失，任何一种都不能当老了累了来对付。第三，症状来了又走的 TIA 是最危险的伪装者，也是最后的逃生窗口，哪怕只出现1分钟，也必须马上就医。第四，从今天开始，把4样绿灯食物端上桌，把4类红灯食物撤下去。每天早上花5分钟做自测，记住临危不乱加 L 的急救口诀。今晚回到家，请您做一件事，看看爸妈的腿，问问他们最近走路稳不稳，有没有觉得哪条腿使不上劲。这句简单的问候，可能比您买的任何保健品都管用。我从11、23年最怕在急诊室里听到家属那句“早知道就好了”。我真心希望看到这篇内容的每一个人，永远不用说出这5个字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讲的有用，请您现在就把它转发给您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老同学、老同事。您随手按下的那个分享键，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避开终身瘫痪，让一个家庭躲过灭顶之灾。
老话讲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今天您的一次转发，可能就是一条命，一个家。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人出现过类似症状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我所能回复大家。我是神经内科的李如医师，感谢您看到最后，记得爱自己，也记得爱您的家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